你以為普遍溢價到$3000的5090顯卡已經夠誇張了嗎？你錯了，$3000的5090放在2026年將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優惠價格。為什麼這麼說呢？就在世界各地的人們歡慶新年的煙花聲中，我們迎來了一個非常恐怖的消息。根據韓國媒體 NewsEast 報道，英偉達 RTX 5090的價格或將在2026年從$2000的 MSRP 暴漲至$5000，整整翻了2.5倍啊！這種消息要是放在以前，我只會覺得它是為了博眼球而故意的誇大其詞。而現在，當我自己購買的內存條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價格翻了3倍的這種事情成為現實之後，這條消息聽起來就不再像是危言聳聽了。你要知道，顯存和內存在生產的過程中是高度共用產線和產能的。显存到現在之所以還沒有漲價的原因，就是因為顯存廠商給 AMD 和英偉達的固定合約價格還沒有到期，而2026年年初，這些合約即将全部到期。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2026年之後生產的每一張顯卡裡，單單顯存的成本就將占到整張顯卡成本的80%。再加上之前 SSD 硬盤也跟着內存一起漲價的情況，一個大多數人都買不起硬件的時代就要來了。AI 的發展本來應該是技術的進步與生產力的解放，但它現在却正在把整個消費級硬件市場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把玩家們朝着名叫雲遊戲的虛假烏托邦步步緊逼。2026年啊，看來是真的不用再升級硬件了。一部分原因確實是因為硬件的價格現在實在是太貴了，而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很多玩家突然發現，真正好玩的遊戲可能根本不需要頂級的硬件。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說一說自從上次聊完內存漲價之後，又發生了哪些駭人的新聞，以及這些壞消息的背後，也許反而正在悄悄孕育着一些對於玩家來說真正有利的變化。大家好，歡迎來到隊友頻道，我是老九。就在我上次說完內存大漲價的話題還沒過幾天，內存3巨頭之一的美光就突然宣布，他們將徹底退出消費級內存的市場。然後緊接着的一整個12月份就接二连三的傳來一堆壞消息。先是說英偉達将不再向顯卡制造商提供顯存， AIB 廠商需要自己去找显存的供貨。后來又说英偉達由於芯片短缺，將會減少40%消費級 GPU 芯片的生產。與此同時 AMD 也是馬上緊隨其後，確認了1月份他們家的顯卡將會上漲10%的售價，並且在2026年的一整年內逐步上調價格。沒過多久啊，筆記本電腦的制造商又跑出來說，以後8GB 顯存的筆記本將會成為新的常態。而賣台式機整機的很多公司更是紛紛推出不帶內存條的整機，讓用戶自己去找內存條。更誇張的是，連很多手機製造商，比如說小米，都跑出來抱怨現在造手機的成本太高了。而就在2025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又有報道甚至爆出華碩即將增產 AM4 芯片組的主板，讓用戶可以使用相對便宜的 DDR4 而不是 DDR5 的內存。可這條消息還沒捂熱呢，同一天華碩又官宣了自家的硬件將從2026年1月5號起，在 CES 展會之前正式漲價。有的主機玩家可能會說了，反正我玩主機影響不到我，但是其實這波硬件的集體漲價是沒有人能夠逃得掉的。先看微軟這邊啊 ，Xbox 在2025年就已經漲過2次價了。對於現在的內存短缺，他們自稱完全沒準備，在2026年繼續漲價幾乎是必然的。任天堂呢，他們用於制造 NS2 內存的價格現在上漲了41%。雖然說 NS2 本身已經賣得很貴了，任天堂可能還是有的賺的，但是我感覺不到它會像以前世代的那些主機那樣，在未來幾年的時間內有任何降價促銷的可能。索尼呢？索尼確實在內存價格偏低的時候採購過一批庫存，但庫存還能撐多久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而且根據 Game Insider 的報告，索尼和微軟因為高漲的硬件價格，已經在考慮推遲本來應該在2027到2028年之間發售的下一代遊戏主機了，也就是定位客廳 PC 的全新 Xbox 和傳說中擁有主機掌機雙版本的 PS6。這一切的跡象都在表明，2026年将會是有史以來 PC 和主機硬件價格最高的一年，同時对於那些想要更新硬件的遊戲玩家來說，最黑暗的一年。有的人可能會說了，
現在這一切是為了發展 AI 啊，這是用短期利益換取長期利好啊。我們現在忍一忍，以後不就能夠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了嗎？硬件不可能一直都這麼貴啊。我確實聽到不少人利用這個理由來安慰自己啊，說是等 AI 的技術成熟了，硬件的價格就會下來，而 AI 的技術將在未來給我們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不拉不拉。可事實卻是，一旦這些上市公司成功的讓市場接受了一個更高的價格體系，這個價格體系就會成為新的地板，而不再是天花板。AI 的可能性確實是無限的，但是讓 AI 技術成熟這樣的一個目標，本身就是可以被無限重新定義的，它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算力黑洞。讓 AI 從能對話到能創作，到能推理，再到擁有通用智能等等等等，在達到科幻小說級別的終極形態之前，這些 AI 大廠永遠都可以宣稱自己還處於初級階段。而在這個過程中，消費級硬件這個曾經驅動技術普及的主力市場，已經悄悄從主戰場降級成了可有可無的副產品。而且就算等到這些服務器農場真的建成了，你以為他們就會把硬件降價嗎？不會的。到那個時候就沒有人能買得起最新的遊戲硬件了，而這些游戲公司只會端出他們為你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也就是雲遊戲。一旦我們習慣了訂閱制雲遊戲，不再擁有任何硬件，就等於每月都要定時給他們輸血。你可能會說我不訂閱，我只玩可以買斷的單機。對不起，到時候可能根本就沒有買斷這個選項。如果有一天，當大多數人都買不起硬件的時候，你想玩的最新大作只能在某個雲遊戲平台才能玩到，他們根本不給你下載安裝的權限，閣下又將如何應對呢？到那時，我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一塊顯卡，而是選擇通過什麼方式去玩遊戲這項最基本的權利。現在硬件的漲價，這些遊戲開發商肯定是會順水推舟的，把玩家們一步步逼向那個我們沒有任何控制權的未來，才是他們喜聞樂見的。上一段的這些壞消息，我在剛剛聽到的時候也是非常悲觀的。但是轉念一想啊，對於我們這些已經擁有硬件，或者說即使只是擁有落後硬件設備的遊戲玩家來說，或許也不完全就是壞事。我有一些反直覺的觀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比如說 PlayStation 在這個時代，因為前任 CEO 吉姆萊恩 all in 服務型遊戲的錯誤決策，搞得 PS5 本身都沒幾個遊戲。這一波硬件漲價讓 PS5 被動的拉長了生命週期，對於已經購買了 PS5 主機的玩家來說，就可以在2028年之前不需要再次購買 PS6 硬件的前提下玩到更多的游戏。而在另一邊的 PC 呢，如果說所有玩家都只能買得起 16G 的內存和 8G 的顯存了，硬件價格的持續性高漲可能還會意外的逼迫遊戲行業的創意回歸。當開發團隊無法依賴簡單的無腦堆砌硬件來實現視覺上的突破的時候，他們反而可能將重心重新轉向玩法設計、藝術風格，或者是各種巧妙的遊戲優化方案上。電子遊戲的歷史上從來不缺這樣的例子，就比如說 PS2 上的老寂靜嶺和在 PS3 上跑開放世界的 GTA5 這樣的在有限機能下創造無限可能的經典作品。如果說未來幾年主流配置因为硬件價格被迫停留在這種較低的水平，我們或許會見證一批更注重優化、更擅長利用現有資源的工作室的崛起。在另外一個方面，還有一個現象也非常的有意思，那就是其實很多玩家並不在乎自己的硬件是不是最頂級的，他們並不追求最新的 3A 大作。根據 Steam 發布的2025年年度 Replay 數據顯示，在 Steam 用戶的總遊戲時長中，僅有 14% 的遊戲時間貢獻給了2025年發售的新作。相比之下，那些發布於2017年以及之前的老遊戲卻牢牢佔據了所有用戶遊戲時長的 40% 之多。我覺得這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那就是現在新出的這些遊戲很多其實並不好玩，或者說沒有以前的老遊戲好玩。當玩家們已經習慣了各種遊戲引擎的畫質轟炸而產生審美疲勞之後，剝去那層外表的光鮮，真正好玩且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遊戲反而更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就拿我自己舉例子啊，我在 Steam 冬促的時候，看到從 PS3 到 PS4 世代一直被我實體收藏的，包括起源前傳在內的蝙蝠俠阿卡姆系列正在被打骨折，全套入手僅需10幾澳幣，我是直接果斷拿下，準備從起源到騎士一路打穿。前幾天剛剛打敗喪鐘，玩的是不亦樂乎。
要知道，我收藏的蝙蝠侠阿卡姆系列實體版，只有最後一座的阿卡姆骑士的 PS 版能在 PS5 上運行，其他的都是 PS3 版。想玩的話，還得把 PS3 拿出來重新 set up 一番，想想就十分的折騰。但是就是這些 PS3 世代的遊戲，如果你用現在相對落後的電腦硬件去跑它，依舊能夠十分流暢的運行。所以說2026年的硬件漲價確實是一場災難，但它也可能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老遊戲的復興，以及遊戲優化和遊戲創意的回歸。對於我們這些喜歡花時間沉浸在遊戲裡的玩家來說，這也許才是2026年最值得期待的隱藏利好。Later. 講到這裡啊，突然發現 Steam Machine 的8G 顯存看起來也不是那麼不可接受了。在2026年主流顯存普遍只會有8到12G 的時代，能有一台優化到位，還能用 SteamOS 流暢跑大部分遊戲的設備，已經很難得了。這波漲價雖然讓我們的錢包很疼，但其實也會逼着整個遊戲行業慢下來。開發者沒法再靠堆硬件去掩蓋創意的不足，只能回歸玩法、藝術風格和遊戲的優化。當所謂的終端配置開始成為主流，甚至變成奢侈的時候，真正重要的東西反而變得清晰起來，那就是我們到底是為了跑分和參數去玩遊戲的，還是為了那些能讓你一玩就是幾十個小時，甚至多年以後依然願意回頭再打開一次的作品呢？或許在接下来的幾年裡，我们會很難再頻繁的升級硬件，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長的硬件生命週期、更成熟的遊戲生態，以及一批真正尊重玩家時間和優化精良的作品。硬件漲價確實讓人無奈，但它在無意中也戳破了玩家的一個幻覺，那就是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靠更強更貴的硬件才能解決的。如果說2026年注定是一個買硬件最痛苦的年份，那它同時也將成為一個重新讓玩家想清楚我們為什麼玩遊戲的年份。至少在我看來，只要我們還能在自己現在擁有的設備上玩到真正好玩的遊戲，那麼這條用自己的硬件去玩遊戲的這條路就還沒有走到盡頭。能看到這裡的啊，一定是我最忠實的粉絲，在這裡祝各位新年快樂。這是我2026年的第一個視頻，也是我自媒體生涯的第64個視頻。今年的我將會繼續給大家帶來更多更高質量的影片，謝謝各位觀眾的支持。Anyways， 歡迎收看地主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2026硬件漲價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